达摩渡海只带楞伽经，禅宗弄丢了。1500年前，一位印度僧人坐了3年船来到中国，他随身没带别的，只有一部经。后来他把这部经传给唯一的衣钵弟子慧可，嘱咐说，中国人的根器就在这儿，你收好。这部经就是楞伽经。可过了几代，怪事发生了，禅宗换了课本，达摩钦点的楞伽经被悄悄搁置，换成了金刚经，而且一直沿用至今。问题来了，达摩亲手选的经，禅宗后来为什么不要了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这期视频我们正式进入本系列第3阶段。前19期我们从阿含经的原始佛教出发，穿过般若系统和中论的逻辑巅峰，又花整整11期在唯识学里做了一次系统深潜。一路跟过来的朋友，恭喜你们，基础已经打得很扎实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翻开大乘佛教最华彩的篇章，第一步要拆解的就是楞伽经。为什么先拆它？因为楞伽经地位极特殊，纵观佛学史，很难再找出一部经典能同时被2个看似完全对立的传统奉为根本。在唯识学这边，楞伽经位列6经11论的核心经典，阿赖耶识、三自性、无法等唯识根本概念都能在楞伽经里找到重要出处和论述，可以说它是唯识学的源头文本之一。在禅宗那边，达摩把楞伽经当作传法印心之经。据载，达摩曾对二祖慧可说，我观汉地，唯有此经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意思是，我看遍中国，最适合你们的就是这部经，照着修就能解脱。想想看，这2个传统风格差多远？唯识学是佛教里最精密的分析体系，我们花了11期拆解，大家应该深有体会。8识运作，种子6义，4分说，3类境，5位修行，恨不得把意识拆到原子级，每个零件都有名字，每道流程都有编号。禅宗呢，偏偏最烦名相分析，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，靠棒喝、公案、话头，追求的就一个字，直，直到把你从所有概念里震醒。一个极致精密，一个极致简洁，怎么可能共用一部经典？答案就藏在楞伽经最核心的4个字里，自心限量。这是全经总纲，也是理解它为何能同时滋养2大传统的钥匙。什么叫自心限量？你眼前的世界，屏幕、天空、爱人、念头，并非外界有个客观实体，再由你的感官像摄像头一样被动拍下，并非如此。楞伽经说，你经验到的一切，全是你的意识系统投射出来的，不是你在看世界，是你的心在显现世界。听到这儿，跟过唯识深浅的朋友会有似曾相识感，这不就是我们讲了11期的内容吗？阿赖耶识里的种子不断翻涌现形，生成你感知到的每一帧现实。你以为的外境，其实是种子投影出的相分。你以为那个正在看的我，其实是见分在运作，从头到尾从未离开过自心。没错，但楞伽经比成唯识论说得更直白，更决绝。它不在名相上绕弯子，直接摊牌，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，外境如梦，连你这个看梦的人也是梦的一部分。楞伽经还提供了一套精炼的分析工具，无法、相、名、妄想、正智、如，这5个概念勾勒出从迷到悟的完整路径。先看到事物的样子，这是相，接着给它起名贴标签，这是名。有了名相，心就开始编故事，起执着，这是妄想。等看穿名相皆是自心投射，不再被妄想牵走，便入了正智。正智最终指向的本来面目叫如。发现没有？这5个字画出了一条路线图。前3项相、名、妄想是凡夫的日常模式，看见东西贴上标签，再对标签执着。后2项正智、如是修行方向，看穿标签，回到标签之前的状态。这套框架配合三自性和8识体系，构成了楞伽经在唯识方面的理论骨架。如果说成唯识论是百科全书，楞伽经就是它的提纲。这就是唯识学奉其为核心的原因。它不仅是阿赖耶识学说的重要源头，
更是整个唯识世界观最凝练有力的表达。而禅宗为何也选中了它？回想禅宗的核心主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什么叫直指人心？就是别往外找，佛不在经典里，不在寺庙里，也不在师父的开示里，就在你自己心里。回头看清自己的心，事情就成了。这和楞伽经说的自心现量指向同一处。楞伽经说世界全是自心投射，禅宗则说别追那些投射了，回头看那个正在投射的源头。达摩选楞伽经不是因为他的名相体系多精密，他是禅师，对名相没兴趣，他看重的是这部经指的方向。答案不在外面，在你自己的意识里。所以你看，唯识学和禅宗读同一部楞伽经，拿走的东西完全不同。唯识学拿走了分析框架，阿赖耶识怎么运作，种子如何翻涌，三自性如何层层嵌套，投射机制的详细蓝图是什么。他把楞伽经当成一份精密的工程图纸。禅宗拿走的则是终极指向，别管图纸了，回头看那个研究图纸的你是谁。有位观众在评论区打过个好比方，唯识学教你整理仓库，给每颗种子归类编号，摸清触发条件和运作规则。禅宗却问你，为什么非要替这些东西找地方存放？火烧仓库可不是装修仓库。这比喻很精准，唯识是在仓库里忙活的工程师，禅宗是站在仓库外的人，看你满头大汗，问一句，你想过没有，整个仓库都是你自己造的。楞伽经就是那个既藏着工程图纸，门口又贴着纸条说整栋楼都是幻觉的仓库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既然楞伽经这么好，禅宗后来为什么换成了金刚经？这事儿发生在五祖弘忍时代。此前禅宗早期传承有个专称叫楞伽师，从达摩、慧可、僧璨到道信，都以楞伽经为根本，后世甚至称之为楞伽宗。到了弘忍，风向变了，他开始推荐弟子读金刚经。至六祖慧能，金刚经彻底取代了楞伽经的核心地位。大家可能听过那个故事，慧能在街上卖柴时，听人念金刚经中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，当下有悟，这才去投奔五祖。为什么要换？核心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楞伽经太难了，不是开玩笑。哪怕去翻最通行的刘宋译本，也会发现语言极其晦涩。它不像金刚经那样一问一答，层层递进，逻辑清晰如手术刀。楞伽经的结构是跳跃式的，佛陀回答大慧菩萨108个问题，彼此间常无明显逻辑关联。刚以为在讲阿赖耶识的种子留住，话锋一转就到了如来藏与自信清净心的关系，再一转又跳到修行者为何不该吃肉。打个比方，金刚经像锋利的手术刀，一刀刀精准切除执着，切完人就清爽了。楞伽经更像一座巨大矿山，宝石无数，却没有路标，得靠自己挖。对以实修为核心的禅宗行者来说，一把好刀远比一座矿山管用。还有层更深的原因，楞伽经里有大量唯识名相、无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，这些概念在印度佛教学术传统中天经地义，放到中国禅宗语境下就显得太重了。禅宗追求当下、直接、顿悟，你要跟禅师讲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的区别，他大概会给你一棒子，然后问，刚才挨打时你在分别哪个自性？所以禅宗放下楞伽经，不是因为他说错了，恰恰是因为说的太对，只是表达方式太复杂。金刚经把同方向的真理装进了更轻便的容器，钥匙换了，锁没换，门后的东西也没变。这件事本身耐人寻味。同一部经，唯识学拿走精密分析框架，禅宗拿走那句自心限量，一个向左构建系统，一个向右拆掉系统，出发的路口却是同一个。就像有人写了本书，上半本是详尽操作手册，写满步骤原理，下半本只有一行字，忘掉手册去做。唯识学仔细读完上半本，禅宗只看了下半本那一行字。楞伽经就是那本完整的书。分享点个人感受，
在前11期唯识深浅中，我们花大量时间理解阿赖耶识、种子、三自性、四分说等精密概念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些理解有价值吗？当然有，它让你看清了这台投影仪每个零件的运行方式。但理解投影仪不是目的，看穿它才是。看穿它，才不会再被它骗。楞伽经之所以能同时启发唯识和禅宗，正因为它把两个层面都说透了，既告诉你机器怎么运行，又指着机器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心变现的。精密分析和当头棒喝在同一部经里并存，这在佛学经典中几乎独一无二。般若经专讲空，破完就走；唯识论专讲有，把有的结构拆到极致精密。楞伽经却把有和空缝在了一起。你确实需要理解有，但最终目的是看见有的本质是空。你需要走进迷宫，但不是为了住在里面，而是为了走出来。用现代比喻来说，想象你戴着 VR 眼镜，却忘了你在虚拟世界里工作、恋爱、痛苦、狂喜，以为一切都是真的。唯识学是那个走过来告诉你，你戴着 VR 眼镜的工程师，他会解释眼镜有8个核心组件，渲染引擎是阿赖耶识，用户界面是前6识，后台持续运行的进程叫末那识，每一帧画面都有种子驱动。禅宗则是那个走过来一把摘掉你眼镜的人。楞伽经呢，他既画了工程图纸，又在图纸上写明整副眼镜都是你的心造出来的。喜欢分析的人，楞伽经能让你满足，其名相体系不输成唯识论。追求直接体验的人，楞伽经也会在某一页冷不防给你一击，把你从概念中震醒。不过楞伽经最具颠覆性的内容今天还没碰，那就是他对如来藏的讨论。之前的唯识深浅一直围绕阿赖耶识展开，种子存储于此，现行发生于此，轮回动力运转于此。你可能已习惯把阿赖耶识当作意识最底层，但楞伽经说且慢，阿赖耶识不是终点，在所有种子翻涌和投射背后，还藏着一层更深的东西，叫如来藏。如来藏到底是什么？和阿赖耶识什么关系？是另一个更深的识，还是阿赖耶识的本来面目？当你彻底关掉投影仪，屏幕上示下的那片纯粹的光，是如来藏吗？这个问题，唯识学和如来藏学派争论了上千年，也是楞伽经最令人着迷、最烧脑、最具争议的部分。这些我们下期再拆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